这段视频是这个老科学家留给世人最后的影像。正是这段视频，让这位默默肩扛了40多载重担的老科学家被世人所熟知。可惜的是，在3年后，他便与世长存，享年89岁。若不是有他，中国的导弹、舰船、飞机、卫星等高尖端装备，至今还可能是半个睁眼瞎子。1971年，钱学森将2张神秘的小纸片交到了高伯龙的手中，纸上记载的是来自美国的绝密资料——激光陀螺的大致原理，但在当时的中国却相当于世界级难题。为了破解这一世界难题，高伯龙没日没夜地计算1年半才搞懂基础原理，但这才只是开始的一小步。想要获得能应用的激光陀螺，就必须解决光学膜片，没有实验场所就自己改造废弃食堂，没有现成的软件，近60岁的他就自学编程。从搞懂原理到第一台激光陀螺样机的出现，花费了他20年的精力。这20年，他几乎是废寝忘食，把实验室当第2个家，每天工作15小时。为了节省时间，他经常在实验室里下面条，撒点盐，放上几片白菜，就是一顿饭。一件衬衣至少要穿5-6年，哪怕已经被洗薄的没办法穿了，他也舍不得扔。一件棉袄他穿了30多年，当别人说要帮他洗洗时，他却说不要洗，不要洗，洗多了容易坏。别人经常调侃他穿着5块钱的背心，干着上亿元的大事。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带来的是透支身体的代价，他患上了糖尿病和哮喘。2017年夏季的一天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高伯龙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。倚靠在病床上，他无比惋惜地对同事丁金星说：“老丁，新型激光陀螺的研制，我怕是完不成了。”话未讲完，他的眼眶里已噙满泪水。他这份精神和毅力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。他一直喜欢研究理论物理，只是因为国家需要，他便将全部心血全部奉献给了激光陀螺。2017年12月6日，高伯龙在长沙逝世。43年来，他以命相搏，只为完成这项国之重器。一朝功成，高老却安静地离去了。但他的名字却值得每一位中国人记住。国士无双，高伯龙。